陆律师，我是长生。我知道你是谁。啊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知道你会在这边跑步，所以我就跑到这边来了。哎，我真是跑过来的。我还知道你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啊。哎，是廖佳敏告诉你的。肖凯丽说的。啊，罗律师，我之所以没去你的律师事务所，我是想……我懂。我想求您帮个忙，劝肖凯丽把王慧珠从被告名单里撤掉。我喜欢跟你聊天。廖佳敏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也做不到。只要您愿意做，您一定能做到。您恭维我？我没有。肖凯丽不是小三儿，我和王慧珠离婚，与她无关。不管有关无关，都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。我不跟你谈法律，您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，我肯定谈不过您。即使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去劝说肖凯丽，其结果很可能也是肖凯丽愤然离去，换一家律所。你要清楚，只要他想告，他一定可以告的。你难道要一家一家的律所挨着牌子去打招呼吗？不，我只是要求，不，我请求您收掉这场官司。王慧珠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，她是我们的股东，也是我的前妻，我们俩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替她保守这个秘密。你是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泄露出去，你们公司的股价会波动的？您可以这样理解，所以他在网上怼天怼地的，我都一直一言不发。你可以一言不发，但是肖凯丽不愿意忍受，对吧？我本来寄希望于我的法律顾问，让肖凯丽把这个官司撤了。啊，王慧珠骂了，骂就骂吧，把他删掉就行了。没想到肖凯丽也没那么懂事儿，他知道廖佳敏是你的律师，就跑来找我了。我知道，这个官司，另外一个律师，也未必能打得赢，可是您从来就没输过。谢谢你的夸奖，但对不起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不要跟着我。罗律师，如果王慧珠输了，她会跳楼的。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如果她真有精神疾病，法院不会判她的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她有这个病啊，尤其是我的女儿，她现在在外国读书，她如果知道了，会因此伤心难过的。你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合适？恕我直言，你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更自私的人。谢谢你了解我。我的建议是，肖凯丽告谁都行，告平台，告转发大户，告谁都行，只要把王慧珠的名字从被告人的名单上撤除就行了。这一点您能做到？我只是一个律师，我要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。您可不是一般的律师。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罗律师，打赢一场官司对您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明明知道你会赢，你也明明知道输的人会死去，您还要不要赢？你确实是个混蛋。为什么是我啊？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告王慧珠，而且当时你已经说服我了。我说服你了？我怎么觉得当时你是想把我吃了呢？我不吃人。我跟肖凯丽关系不好，她不会听我的。其实有时候，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打官司，是因为愤怒的火焰使他们失去了理智。那么我们作为律师，到底是要把这团愤怒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呢，还是应该告诉他们，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后悔，会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拦我一下，事情也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糕。你告诉肖凯丽，我可以返还我的律师费，我只是希望他尊重我的律师意见，让他
只告网络平台和转发的网络大 V，不追究王慧珠。那如果他不同意呢？你会让他同意的。鉴于王慧珠女士已经履行了删除的相关义务，我的当事人撤回了要求王慧珠女士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。现起诉要求，网 YY 公司及刘颖君分别赔礼道歉，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、精神损失抚慰金50万元，以及维权合理开支4.5万元。审判长。 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，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意见。涉案微博中对 X 姓女士的描述宏观而概括，主观上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，客观上也不足以使公众推断文字所指即为肖凯丽女士。本案中，在可以同时满足7项个人特征要素总和的人里，足以让一般合理之人。 将肖凯丽女士与文中的绿茶 X 直接或高度对应，从而理解为该指向性传播被特意用来指称原告肖凯丽女士。从实际情况看，刻意解读者比例极少，且猜测是五花八门，并未造成公众对肖女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构成。鉴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。 是可受社会人伦道德及主流价值观非难的情事，足以损坏他人的名誉，从而降低社会评价。我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侵权责任，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。罗律，这个案子谢谢您。去接黛西吧。哎，回去走吗？可以打我的车。不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走吧。我还顾虑。 谢谢。哎，哇，谢谢。哎，你这开庭的时间够长的呀，刚更新的关卡都被我打通关了。 4个小时，我就说了一句话。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，我方决定不发表任何答辩意见。4个小时就这一句，累死我了。对了，罗宾说让我谢谢你。我现在回律所啊？忽然通知我们要开会。 早知道我搭罗宾车一块儿回去了。我先走了啊！哎，我跟你一块儿走吧，你送我。你又不怕被人看见了？谁怕谁小狗啊！走。天哪！喂，您好，我是里程专车司机，我已经到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出来呢，师傅，稍等我们一下啊。